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是的，我依然是那个选择不露脸的创作者。我的频道才刚起步，订阅数不多，目前可能只有少数几位朋友愿意驻足。我知道，在这个喧嚣的网络世界，或许我的声音还很微弱，影响力也有限，但我还是想把我观察到的、思考的一些事情，用我自己的方式，真诚地和你们分享。我一直觉得，内容创作本身就像一场安静但持续的对话，也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选择。选择不露脸，对我而言，并非因为自卑，也不是想要刻意隐瞒什么，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吧，让我可以更纯粹地聚焦在我想传递的讯息本身，而不是过度在意个人的形象是否完美，或者言行是否会被放大检视。我希望当你来到这里，能感受到的是内容的价值，而不是被创作者的人设所干扰。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让我非常有共鸣的观点，它来自一位我很欣赏的创作者小黑框框。他在最近的一支影片里提到，人在社会上走跳，就是会有不同的表演。这样的楚门秀不一定是真的欺骗。这句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心中一些模糊的角落，也让我对真实与呈现有了更深的理解。表演这个词，第一时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虚假、不真诚，甚至是戴着面具做人。但在自媒体这条看似光鲜，实则充满挑战的路上探索久了，我越来越能体会小黑框框这句话背后的智慧与通透。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情境下，是不是都在不自觉地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展现着自己不同的面相呢？当我们身为子女，面对父母时，可能会努力表现得更懂事、更体贴，希望让他们安心。当我们身为伴侣，与另一半相处时，会学着更温柔、更包容，去维系情感的温度。在职场上，我们展现的是专业、敬业和责任感，以符合工作的要求。甚至在朋友聚会中，我们可能也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状态，时而风趣，时而倾听。那么，当我们转换身份，成为一名内容创作者时，我们会更仔细地斟酌用词，调整说话的语气和节奏，精心挑选合适的画面来辅助表达，甚至会为了一段背景音乐反复试听。这些行为难道就等同于虚假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让思想更清晰地传递，为了让内容更容易被观众理解和接受而做出的部分呈现和精心选择。它或许不是我们360度无死角的完整自我，但它依然是我们真实自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特定场景下真诚沟通的一种方式。鄂文·高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这本书里面，把整个人生比喻成一场戏剧。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是演员，我们都会利用自己的外表、举止跟社会环境来表演。那些真诚的表演者都是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人，而那些虚伪的表演者都是不相信自己所表演的内容，而把表演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来操纵观众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说，问题从来就不是演还是不演，而是怎么演。找出自己身上自己觉得最舒服，自己最愿意被贴上标签，对自己最有利，自己最希望别人看到的那一面，在合适的场合刻意的演出来。小黑框框这段分析得非常透彻，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他的原片，连结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相信你们也会有很多启发。说到表演和呈现，就不得不提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肖恩事件。从内部录音意外被爆出，到各种片段被剪辑、放大解读，再到舆论的全面公审，整个事件的发展令人瞠目。很多人感到被欺骗，觉得长久以来建立的温馨人设瞬间崩塌，那种失落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暂且放下情绪，更中性的去看待录音里提到的一些内容，比如那句观众想看的是母慈子孝，或者他们是妈妈，所以他们喜欢这种内容。单纯从内容创作的市场策略与受众定位层面来看，这真的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欺骗吗？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录音中某些对话的语气和措辞确实显得不够尊重观众，也缺乏对个体差异的理解，这一点是需要深刻反思和改进的。但是，深入理解目标受众的偏好，并努力制作出能够引发他们共鸣的内容，
这难道不正是绝大多数内容制作者，甚至可以说是所有面向市场的商业行为都在努力去做的事情吗？肖恩和丹丹团队，他们所做的，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努力呈现他们认为市场需要的，能够带来流量和关注的美好一面。这就像一位厨师，他个人可能偏爱辛辣口味，但如果他的餐厅主要客群是亲子家庭，他依然会精心研发孩子们喜欢的口味温和的菜品。这是一种专业的市场考量，而非纯粹的虚伪。只是这一次，他们在厨房后台的讨论，也就是表演幕后的策略制定过程，被意外的、赤裸裸地揭开在了大众面前。而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这整起风波中，那位扮演了关键角色的陈老师，他是如何从一位事件的内部参与者，一步步转变为舆论的引导者，甚至是这场风暴的某种程度上的塑造者。他多次声称自己仅仅是旁观者，但他的行为、录音、精心的剪辑、带有立场的评论、选择性的公开资讯，这些难道不也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表演吗？他成功的选择并扮演了勇敢的揭露者这一角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整个事件叙事的节奏和公众的情绪导向。如果说肖恩团队的行为是在幕前表演美好家庭，那么陈老师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在幕后上演了一场表演正义揭秘的戏码呢？这其中的是非曲直，以及各方在表演中所扮演的角色，远比表面看起来的黑白分明要复杂得多。这也让我联想到，当下我们所处的网络环境，很多时候事件的客观真相是什么，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情绪共振和快速的选边站队。谁的言辞更能煽动我的情绪，我就倾向于支持谁；谁的观点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就立刻将其化为攻击的对象。只要感觉自己站在了正确的队伍里，仿佛一切尖酸刻薄的言论，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谩骂，都变得理所当然，甚至带有一丝正义感。我们也常常在各种网络论坛和留言区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人一开始凭借着模糊的资讯就随意开火，猛烈抨击，可一旦当事人的身份背景被进一步揭露，如果发现是自己阵营的人，或者是某个具有影响力、轻易惹不起的人物时，态度便可能发生180度的大转弯。之前的激烈言辞仿佛从未存在过。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说回到我们这些内容创作者本身，尤其像我这样选择不露脸，也经常会收到一些质疑的声音。这个博主一直不露脸，肯定是长得见不得人吧？这个声音听起来怪怪的，是不是 AI 合成的？感觉好做作啊！影片里连个表情都没有，还想谈什么真诚？我看不到你的脸，怎么相信你说的话？或者更直接、更带有轻蔑的，这种影片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找一些免费素材，再用剪映那样的软体随便拼一拼、凑一凑，我上我也行。每次看到这样的评论，说实话，我心里其实是五味杂陈的，有委屈，有无奈，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一支看似简单，时长或许只有几分钟的影片背后，往往是创作者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投入。从构思主题、搜集资料、消化理解、撰写几千字的脚本，反复录制直到语气满意，挑选合适的视觉素材，后置剪辑、配乐、逐字校对字幕、设计标题、缩图和说明文案，到最后发布，以及忐忑的等待回响，并花时间回复留言。这整个过程真的不是一句 ChatGPT 随便生成或者剪映按几下就能完成的。那些在评论区可能只花了几秒钟就打出来的讽刺、谩骂或者不负责任的臆测，其发现的成本极低，却可能给创作者带来好几天甚至更长时间的情绪困扰。而我们这些创作者却选择了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去学习、去研究、去梳理观点、去查证信息，努力用清晰、有条理的方式输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这本身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投入和追求。我们不是不能接受批评，而是渴望那种理解之后的批评，而不是轻飘飘的、不负责任的论断。让我们再次回到小黑框框的观点，那些能在网络上靠做自己成功的人，多半不是因为他们够真，而是他们刚好把对的那一面展示了出来。这句话我反复琢磨，深表认同。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所谓真实人设，很多时候都已经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巧妙的编辑和策略性的呈现。而作为创作者，尤其是在这个人人皆是楚门的时代，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就是尽可能的用一种不刻意讨好，但足够真诚的态度去面对每一次的内容选择和自我呈现。这份真诚不在于是否露脸，不在于是否完美，而在于我们是否用心对待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支影片。所以，我想说的是，表演不一定代表虚假，选择不露脸也不等同于虚伪。有些真诚是沉默的，是内敛的，它可能藏在字斟句酌的脚本里，藏在精心挑选的画面中，藏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里。有些努力可能无法被冰冷的演算法轻易看见，但它确实存在，而我们还是会选择继续做下去，因为这是我们选择的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如果你也曾在创作的路上，因为他人的只言片语而怀疑过自己，或者对自媒体的真实与表演感到困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带给你一点点不同的思考和力量。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些许启发，请不要忘记按赞，或者如果你有不同看法，按下倒赞也完全没关系，也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你们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继续分享下去的动力。我们下个影片再见。